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其实并不是因为长得有多好看命就好，有的人整体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看，但却是大富大贵的命格，一生富贵有余，即便是自己不用太努力，也可以过着富人的生活，不用为了钱财而犯愁。比如下面这些面相特征的人就是如此好运又好命。一、眉骨凸起。眉棱骨也就是眼眉骨的位置，代表着一个人的情感和性格，同时也能看一个人的运势。眉棱骨有些微微凸起，人性格外向又强势，是属于宁折不弯的类型，不会轻易被打倒，而且他们平常喜欢表现自己，总是把自己最优势的一面展示出来，一般都不会让人发现其短板。他们目标明确，善于观察，眼光如同老鹰一般锐利，能够直击目标，并且看得比较长远，很多事情都是走在别人的前面，所以有此面相特征的人大多都是赚钱的行家，经商有道，有的可能还是富甲一方之人。二、鼻头多肉。通常鼻梁高挺笔直，而且山根宽阔干净的人都有较好的命运，为人正气，性格直爽，是最值得交往之人，身边贵人也多，遇事容易解决。如果再加上鼻头圆润多肉，鼻孔隐藏不露，那就表示此人财运特好，生活富足，衣食无忧，而且自身又具有经商的头脑，尤其是对于投资理财这方面很在行。这样面相特征的人大多数都是富甲一方的有钱人，家境优越，还有过硬的靠山，一般日子都过得非常富裕。三、印堂宽阔平满。印堂在面相12宫中为命宫，印堂的颜色、形状、宽窄都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命运。通常印堂生得宽阔平满、光亮无疤痕的人都是心胸坦荡，有理想、有抱负，能够成就大事的人。这样面相特征的人本就是长着富贵相，一生财运好，自身能力强，无论家里有没有靠山和支持，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去成就一番大的事业，赚取丰厚的佣金，成为名副其实的有钱人。他们脑子活跃，想法颇多，总有许多赚钱的门道，完全可以靠自己改变命运，成为富豪。四、耳垂厚大。耳朵大耳垂厚的人都是有福之人，一生富贵，钱财不愁，日子活得逍遥快活，不会为了生计而奔波劳碌。这种面相特征的人从小家庭条件就好，在成长过程中又能够得到父母长辈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也为自己往后的事业铺好了道路，自己只需要按部就班，走走形式就好。有这种面相的人性格随和，为人和善，能够广结良缘，并且得到贵人的帮助，使其自己在事业上做得更加顺畅，收益也更多。五、田宅宫丰隆。在面相中，田宅宫位于眉毛与眼睛之间，一般田宅宫丰隆光滑且没疤痕的话，那就表示此人有一定的固定产业，家境十分优越，家里又有可靠的贵人相助，日子过得非常富裕。田宅宫长得好，而且不受眉低压，又能够配合眼神清澈的人，一般运势都很好，无论是财运还是事业运都特别好，身边还有得力的贵人相助，自己又聪明能干，会理财或是置办田产和房产，不会过穷日子。六、下巴肥厚。下巴在面相学中又称作地库，主管人的固定资产和晚年运势。如果下巴长得不好的话，不仅一生运势不佳，而且自己的辛苦努力也未必能够得到很好的回报，一生命运坎坷，难出头。相反，如果下巴肥厚有肉，那就表示此人财运大好，又有贵人相助，自身也是聪明能干，实力强劲，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很容易获得成功，收益丰厚。七、双耳垂肩。众所周知，正常人的双耳最多到达下颌处，但是根据史书记载，刘备、张燕等历史人物却是双耳垂肩的面相。
所以民间便把此种面相特征归类为奇人异象之中。虽然这种说法有待考察，但是这也从侧面透露出耳朵大的人可谓是典型的富贵之相。虽然不至于达到双耳垂肩的程度，但是其自身的福泽却也十分深厚。8. 重瞳异象。重瞳顾名思义，是指有一只眼睛里有2个瞳孔，在相术学中，这便是典型的天生异象。生有此种面相特征的人，往往在现实生活中就非常特立独行，所以在其一生的发展过程中，难免会有着异于常人的作为。不过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重瞳其实就是人的瞳孔发生了粘连畸变，所以应当及时加以治疗。9. 双手过膝。双手过长其实更常见于个子高的人，因为其自身的发展形态需要协调，所以胳膊自然就会长一些。但是双手能超过膝盖的人却是少之又少。相传刘备、司马炎、宇文泰等历史名将都生有此种特征，因此他们都收获了不一样的人生。而在现实生活中看来，其实双手超过大腿1/3处就是典型的富贵之兆。10. 狼顾之象。在相术学中，狼顾之象其实就是指一个人能够在肩头不动的情况下头转180度。虽然此种面相也属于是天生异象的范围，但是相传生有此面相的人皆是狼心狗肺、心术不正之人，所以这也是唯一一个不吉利的异象。因此生有此种面相特征的人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多多行善，从而使得人生更加顺遂如意。11. 重耳。正如朱元璋的墓碑记载，龙然长玉，然向上旗鼓，引起至顶，威仪天表，望之如神。所以民间便把重耳这种面相特征也视为是天生异象。生有此种面相特征的人，不仅看起来就十分的不平凡，而且其自身的先天命理更是昌顺无比，从而使得他们在这一生的发展过程中运势顺遂，衣食无忧。12. 头上虚顶。正如古书所云，生而七漏，头上虚顶。由于此种面相特征便是孔子的典型特征，所以民间便把其视为其人必有异象的正解之一。相传生有此种面相特征的人往往都非常具有大智慧，所以在其一生的成长过程中，必定会凭借着自身的聪明才智，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13. 掌中三奇。从一个人的手掌上巽离坤称为掌中三奇，这3个部位隆起饱满，代表此人财运佳，正财偏财都比较强劲，为人生财有道，很能利用细小的方式去赚取大钱。头脑甚是灵活变通，为人处事很有一套法则，多能得贵人之财。14. 眼皮一单一双。有这样眼皮的人是被称为龙凤眼的，在相学上来说是大富大贵之人。龙眼主官运，凤眼主财运，这样的人一生福气满满，事业上能够升官发财，大有作为，生财有道。他们这样的人性格很好，会包容人，能体谅人，能屈能伸，好运伴随一生。15. 有雌雄眼。雌雄眼又称为大小眼，按古代说法，这种人很有才华，善于策略，头脑反应敏锐，城府深，有野心，处事手段高超巧妙，是个资深的谋略家。另一方面也彰示着他们的个性喜怒无常，经常会自我矛盾，情绪起伏不定等。常言道，天变有异象，人变有异象。如果一个人的个人命理特征非常与众不同的话，那么就说明此人的一生注定是不平凡的。生有上面这些面相特征的人，注定一生昌顺，生活美满，而且在其昌顺运势的影响之下，身边人的运势也会随之增长。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面相中，额头是非常重要的部位，为人之神灯所在，也是命宫、事业宫、福德宫之所在。
主管一个人早年的运气、祖宗的福德、自己的智慧和婚姻，以及事业和官禄运。额头相里好的人聪明有智慧，知识渊博，事业运好。额头相里不好的人则头脑不会太聪明，事业难有大成就。下面大佬便向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从额头看一个人是否有富贵命。一、美人尖。所谓的美人尖，指的是额头正中的发际线位置向下突出，使得此处的发际形成一个倒三角的形状。长有此种额相的女人，一般好胜心和好奇心都非常的重，处事果敢，敢打敢拼，独立能力非常强，很有主见和魄力，往往很早的时候便开始踏入到社会中打拼，抗压能力非常强，而且不畏权势，做事非常努力，个性也比较执着，领导才能非常强，适合创业，但是个性较为高傲，特别容易得罪人。二、鬓角斜射。所谓的鬓角斜射，指的是前额两侧的鬓角位置向前插，甚至会盖住两眉的围角，让整个额头看起来又低又窄。这种额相一般比较少见。如果一个人长有这种额相的话，代表着少年运不佳，家中容易产生变故。少年时生活非常贫苦，容易遭受很多波折，而且与六亲之间的缘分淡薄，容易从事体力方面的劳动。遇到困难时也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一生多劳少获，生活比较清贫。三、M 字额。所谓的 M 字额，指的是额头两侧额角位置长得较为高广，额头正中的发尖位置向下突出一截。长有这种额型的人，大多头脑非常聪明，有着很强的分析研判力，而且做事积极而主动，很有品味和艺术方面的才华，在事业上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发展。不过这种额相大多出现在男人身上，女人几乎不会出现。这种额相的男人大多桃花运比较旺盛，对待婚姻感情缺乏忠诚，对家庭缺乏责任心，合作可以，但是结婚的话还需要慎重。若是女人长有这种额相，一般头脑非常理性和聪明，有着很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遇事也比较冷静，宠辱不惊，有着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家庭出身状况不是很好，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四、锯齿额。所谓的锯齿额，指的是发际线参差不齐，看上去就像有很多的美人尖一般。发际线与额头的形状代表着一个人的少年运和智慧。这种额相的女人一般先天的少年运不佳，从小家境不是很好，容易吃很多的苦头，做事缺乏智慧和思考，喜欢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情绪非常不稳定，而且缺乏恒心，遇到困难和挫折喜欢逃避和退缩，自信心不足，但又非常虚伪爱面子，个性非常执拗和叛逆，容易与家人发生矛盾，家庭关系容易失和，物质欲很强，但能力不足，一生难有什么成就。五、斜额。斜额在相学中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额相，这种额相的特征是额头长得不够饱满，并且向后缩的幅度比较明显，这样就会显得眉骨高凸较为明显。这种额相的人大多先天运不佳，从小出身不是很好，与父母之间的缘分浅薄，遇到困难时也得不到家中的帮助，年轻时容易吃很多的苦头，运势一直停滞不前，一生过得辛苦而贫困，难有什么作为。六、额上有凤毛。额上有凤毛指的是额头上方与发角部位结合处的下方有很多细细的头发垂下来，这种凤毛长得较短，这种额相的人一般心智方面成熟的比较慢，做事比较冲动，对身边的人缺乏耐心，而且心气非常高，对于另一半的要求也比较多，总是渴望得到别人的关心和疼爱，自己却不懂得付出，凡事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不懂得为他人着想。如果过早结婚的话，离婚的几率非常高。
30岁以后成婚会好很多。7. 额生乱纹。额头生乱纹指的是额头的纹路较为杂乱交错。如果额头生有王字纹的话，我们都知道老虎的头上有个王字形的虎纹，为山中之王。如果人的额头有王字纹的话，多为富贵之象。如果额头上的额纹长得较为杂乱的话，则代表着运势不佳，而且这种人比较爱出风头。若是男人印堂处长有井字纹的话，易做高官，个人能力强，能够独当一面。女人如此则容易压制丈夫。印堂长有川字纹主长寿，额头长有大字纹的话主大凶，容易交友不慎，投资方面容易失利。而印堂长有悬针纹的话，则一生劳心劳力，夫妻关系不佳。8. 额宽无瑕。额头在相学中称为天庭，代表着一个人的少年运、贵人运和事业运。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长得宽阔方正且光洁无瑕疵的话，这里说的无瑕疵指的是没有恶痣、恶纹或恶疤。这种人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天资较高的人，头脑非常聪明，做事特别用心，命中多贵人相助，遇事总能逢凶化吉，特别适合从事仕途官场，在年轻时便能获得不错的成就，可享一辈子的富贵荣华。若是额头尖窄，则运势多有阻碍，事业上难有太大作为。9. 额头高阔饱满。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长得高耸而饱满的话，这种人聪明又智慧，而且志向远大，有着很强的思考力和学习力，为人特别有才华，交际能力也比较强，有着敏锐的意识和毒辣的眼光，考虑问题非常独到，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挖掘自身的潜力，非常适合在商界发展，事业发展顺利。而若是额头凹陷不平或者额纹过于深刻的话，则代表着智慧不足，事业上困阻较多，破损严重。10. 额有伏羲骨。伏羲骨指的是额头上较为突出的一块骨，其形状呈方形、长圆形或椭圆形3种，几乎覆盖着整个额头。方形的伏羲骨在相学中也称为朝天伏羲骨，此种额相在相书中为难得一见的帝王之相，可享帝王之福，可居高位，名利双收，一生大富大贵。而长圆形的伏羲骨在相学中也称为巨鳌伏羲骨，这种面相的人主贵，可文可武。若是伏羲骨呈椭圆形，只覆盖住额头中间的一部分，这种称为武库伏羲骨。这种是不如前2种的，不过也能执掌权柄，富贵可期。11. 额线偃月纹。如果一个人的额头上有3条或4条呈大圆弧形的横向皱纹的话，这种纹路在相学中称为偃月纹。额头长有这种纹的人，一般性格方面都比较温和大方，内心也特别正直，有着很强的耐心和忍耐力，身体素质也比较好，做事特别认真负责。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用心努力地做，慢慢都会变得发达起来。不过这种人大多内心太过刚正，做事不懂变通，特别容易得罪人。12. 反美人尖。所谓的反美人尖，正好与美人尖相反，额头正中的发际线向顶部位置凹入一个尖，中间部位好像少了一块头发一样。长有这种额相的人，一般富有同情心，也很有爱心，内心非常善良，有仁爱之心，性情也比较温和大方，与他人的人际关系较为和谐，适合从事一些教育或咨询方面的工作。做事认真负责，而且很有耐心，工作能力非常出色，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非常好。以上关于额头面相的介绍你都了解了吗？当然，一个人的相貌是变化不定的，骨骼、毛发、神色都会随着自己的心理状态而改变。当心存善念，可成吉，即便脸上有相对不好的部位，有凶相，也会呈现出祥和的状态，能化凶为吉。当心存恶念，也可遇凶，哪怕此人的五官平衡，也会在眼神上显露出些许戾气，从而易遭遇障碍和波折。
所以面相不定，运势亦不定，自身的心态也会改变吉凶。我们也能根据一个……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女人看命数不看长相美不美，而是看一些关乎命理运势的部位有没有福相。所谓的福相并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甚至有的福相被人看起来并不是十分好看，但就是这样不起眼的面相，却可以成为女人富贵命的象征。下面这12种福相就十分典型。1. 鼻直耳厚。女性假如鼻子直挺而且没有结，而且耳朵还非常厚且有肉，则说明这种女人的福泽非常深厚，她们天生就有富婆命。而且这种女人不是出生好，就是嫁了个好人家，而且她们跟贫穷无缘，一辈子衣食无忧。虽然她们没有能力创一番事业，不过她们在爱情里绝对是占优势的，总是可以凭借自己的魅力吸引到有钱人，从此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而且还能管理家里面的财务大权，这不是富婆命是什么？2. 眉毛稠密不散乱。眉毛太过稠密的人财气非常好，而且个人能力非常出众，眉毛凝聚力强，而且理财能力非常强。眉毛太过散乱的人不仅不聚财，而且更加不会理财，总是不知道钱到底该如何花，也不知道钱花到哪里去了，所以眉毛一定要顺。一般来说，眉毛越顺的人代表着财气也越好，尤其是女性朋友，日子也会过得非常悠闲。他们的生活中有钱有房有车，最终还能成为富太太，所以遇到这种女子赶紧娶了吧。3. 人中清晰深陷。女性的人中如果清晰深陷的话，则说明这种人的肾功能非常强，他们的心情温顺，这种面相的人还能养育非常有才智的后代。人中也有寿堂的说法，一般来说，人中明晰的女人刚强，意志坚定，做事情非常有条理，并且在工作中有着非常好的运气，即使嫁给穷小子，还是影响不了她当上富婆的命，并且爱人也会跟她一起进步，生活越来越有钱，日子更是越来越好。4. 额头不宽不窄且饱满。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聪明智慧和地位权势。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长得不宽不窄又丰隆饱满的话，这种女人大多非常聪明能干，而且特别通情达理，做事很有分寸，懂得进退，很有气度和本事，在事业和生活中人缘非常好，常有贵人相助，事业发展较高，能够成为人群中的佼佼者。而且旺夫运很好，命中必定能嫁贵夫，成为丈夫的左膀右臂，给丈夫提供很强大的后勤保障和帮助。5. 双颧高耸明亮。颧骨也为权力之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力、权力欲和个人能力。如果一个女人的颧骨高耸而明亮的话，这种女人大多心胸开阔，做人做事非常大气，而且意志力坚定，上进心比较强，无论做什么都一定会坚持到底，处事果断，不喜欢拖泥带水，有着很强的管理能力和领导力，事业心也非常旺盛，在事业方面做得风生水起，能够获得不错的名望和地位，如果不是特别有本事的男人，根本驾驭不了。6. 目澄神清。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性情和意志力，是一个人的精气神之所在。如果女人的眼睛长得黑白分明、清澈有神的话，这种人大多头脑非常聪明，属于智慧型的女人。做事方面识大体、顾大局，性情温和，做事稳重，考虑问题也比较细致，不会急躁行事，而且意志力坚韧，做事坚持，不喜欢半途而废。做事很有条理和规划，也很有自己的原则，特别有骨气，而且生性勤劳，能够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既能给丈夫提供很好的帮助，也能给孩子很好的教育，属于典型的贤妻良母的类型，颇受很多成功男性的喜欢。7. 耳高于眉。
耳朵为肾的外窍，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能力和福气，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幼年运势、家境和心性。如果一个女人的耳朵上沿高于眉毛尾部的话，这种女人一般智力非常高，遇事冷静而理性，有着很强的分析能力和判断力，善于发现和抓住机遇，而且天资较高，学习能力又非常强，再加上良好的沟通和交际能力，使得他们无论是在事业还是在生活上都能够如鱼得水，获取到不错的功名利禄。在婚姻感情方面也能遇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8. 下巴丰满有肉。下巴在相学中也称地格，代表着一个人的蓄财能力、管理能力和晚年运势。如果一个女人的下巴长得丰满有肉的话，这种女人大多生性比较乐观，而且性格温和而宽厚，富有包容之心，待人处事方面稳重而大方，懂得为他人着想，做事认真负责，积极主动，也乐于帮助身边人，能够虚心听从别人的意见，因此人际关系特别好，能够赢得周围人的信赖和尊重。事业发展平稳，蓄财能力较强，家庭和睦，晚年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9. 眼大眉秀。眼为君，眉为臣。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毅力和事业，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人际关系和健康。如果女人的眉毛长得纹路清晰亮泽、整齐而宽展适中，眼睛明亮有神，眼珠黑白分明的话，这种女人一般财运极好。眼大眉秀的女人一般来说性格坚毅，做事坚持，遇到事情不会轻易退缩和放弃，心胸宽广，头脑聪明，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和目标，上进心比较强，会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不断努力，事业上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10. 耳后有珠。耳朵为肾之外窍，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商、祖荫、健康和福气，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财富多寡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如果女人的耳朵长得端正而厚大，高低适中，向后贴脑，色泽红润且耳后有珠的话，这种女人一般智商较高，聪明伶俐，头脑非常理性，做事谨慎而稳重，善于规划和运筹，在家懂得尊重和照顾家人，在外有能力开拓自己的事业和人生，处事灵活，一生财运亨通，越来越富足。11. 手劲很足。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很多人都认为女人手指纤长，手掌绵软较好，但从相学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手掌的女人大多给人一种弱不禁风之感，依赖心较重，容易错失很多的机会。但如果女人手劲较大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意志坚定，做事坚持，韧劲十足，工作能力非常强，遇到困难也是迎难而上，做事很有派头，很有领导才能和领袖气质，属于典型的女强人类型。事业方面往往能够取得不凡的成就，终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富婆。12. 脖子略长。脖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权力欲、支配欲和进取心。如果女人脖子较长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刚强，处事很有手段，做事认真，干劲十足，有着很强的行动力，对自己的未来也很有野心和想法，不甘于平凡，也不甘于做家庭主妇，事业心非常旺盛，而且个性强势，做事总是力求完美，对自己对他人要求都非常高，特别适合经商或创业，赚钱能力极强，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能有一番成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有着很多的不同，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相学特征，今生很容易大富大贵，若没有以上这些特征也没关系，只要你自己足够努力，也能成为一个大富大贵的人。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